现在呢，多地开始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怎么鼓励呢？比如说你是农民啊，你要进城买房，首先呢要给你一部分的补贴。另外呢，你如果是自愿退出了你的宅基地，符合条件的，还要给你一部分补贴，也就相当于呢，你在这个县城买房子以后啊，会给你很多补贴。那之前呢，这个农民工进城呢是有什么户口的限制啊等等，但是现在没有了。上半年呢，已经全面的这个放开了县城落户的限制。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大量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呢？当今这个城市的房价可不低呀。那是不是这样就能够消化掉城市当中的库存房源呢？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这个房地产的泡沫，促进房地产健康长期的发展呢？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呢来进行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那我们呢，首先来说城市的这个房产和农村的房产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分别来说，首先来说城市的商品房。我们知道呢，商品房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对吧？而且呢，你还可以买很多套，只要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就可以了。但是呢，从98年到2021年这20多年的时间啊，房子的均价呢是从这个均价2000涨到了均价1万，房价越来越高，对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都有点买不起。那为什么房价会涨呢？这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在城市当中发展。第二呢，就是城市化率的不断扩大啊，地越来越少。第三呢，就是炒房客的存在，他们呢在房产市场啊兴风作浪啊，只顾自己的利益，进一步呢把房价抬高。第四呢，还是我们的土拍价格啊也越来越高，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也就决定着开发商建房的成本，到最后呢，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这个价格呢就会很高。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个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呢，经过这5、6年、6、7年的发展，其实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那第一点呢，就是房价高位稳定了，对吧？至少它不涨了，有些城市呢还在慢慢的降价了。第二呢，就是炒房客被套牢了啊。之前呢，你买了很多套房子，现在呢你出不了手，如果你出手呢，就是赔本。所以呢，很多人直接被套牢。第三呢，就是从2020年的年底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开发商现在拿地少了，而且开发商自身的风险呢还很高，还在慢慢的往下降。有些开发商呢有点撑不住倒闭了，有的开发商呢是资不抵债，到现在呢还在想办法降负债。还有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银行金融风险啊是提高了，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烂尾楼也好，还有呢我们的法拍房也是呢逐年的增多。2021年的楼市调控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到了2022年啊，楼市呢有全面的开始救市。为什么开始救市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交易量下去了，房价呢稳中有跌，很多人呢失去了信心，不敢呢出手买房子了，甚至呢很多地方的人呢开始排队提前的还房贷啊，就是不让手中呢再有这个贷款。那今年呢，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楼市的救市的一些政策，对吧？第一，降低首付；第二呢，降低利率；第三呢，就是放开购房的限制；第四呢，就是放开户口；第五呢，就是人才补贴等等等等。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好，这么多的好政策在同一年发生，那如果呢，按照以往的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是很多城市的交易量会非常的火爆，或者说呢，整体的楼市交易量会非常的火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呢，开发商拿地减少，然后呢，销售面积减少，销售金额减少，这对开发商来讲呢，或者说对银行来讲呢，都是雪上加霜的事儿。那为什么大家在这么好的政策当中都不愿意去买房子呢？第一呢，就是老百姓怕高位接盘。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到了顶峰，那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又来这么一下子，或者说现在就是一个高位的状态，我刚买，未来几年房价啊又跌了，那我是不是又成了高位接盘的人？我现在有钱，我宁愿存起来啊，我也不愿意呢去买房子，我就是观望。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忽略，从2019年开始啊，有这个疫情的出现，这3、4年的时间，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除，它影响了全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全世界的格局。最显著的呢，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我们的收入减少，有的企业呢裁员，有的企业呢是直接宣告破产，还有呢个人的负债啊增高。那么很多人觉得呢，如果再
买房子，再背负上这个房贷是划不来的，甚至呢能够把一个家庭的风险弄到最高，到最后自己征信坏掉了，然后房子呢又成了法拍房。还有呢，在今年上半年出现的烂尾楼停贷事件，这个呢可是一个大事件啊。烂尾楼以前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以后付了钱还着贷款拿不到房子，维权呢时间还很长。那么现在我们宁愿自己的征信坏掉，我们也先把贷款停了，因为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触及到我们核心利益了。所以很多人直接对这个房地产失去了信心，包括呢现在开发商建的房子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很多购房者作为消费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过去20年当中的发展当中虽然说呢我们有大量的人进城，但是呢很多人已经买了房子，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该买的都已经买了，在涨价的那2年都已经置换了，买了自己想买的房子，还想买的呢可能房价在高位，连首付凑不齐，买不起这就是现在的房产市场一个状况，也是呢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买房子的一个原因。好了，现在呢鼓励这个农民进城买房，说白了其实就是增加房产的交易量，对吧？创造各种税收，然后呢降低金融风险，去除呢这个房地产的泡沫。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农村的房子呢和城市的商品房还不一样农村的房子呢它属于是这个集体的，不是属于个人的比如你是一个村民，那你的宅基地也好，你的耕地也好，属于这个村的村集体。那么农村的房子呢是不能够被交易的，它有2种禁止。第一种禁止呢就是不准让城市里面的人到农村去买房子，第二呢就是不能够跨村去进行买房子。所以呢这么多年农村的宅基地免除了金融属性，所以呢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虽然说收入要比城市里面低很多，但是最起码不用为房子所操心。但是现在呢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子，而且呢你买房子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说不得不牺牲你的宅基地你自愿退出，那给你补贴。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退出宅基地的时候，你的户口已经没了。那农民进城买房子，我们最起码要考虑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你到底能不能够适应城市里面的生活？这个来讲的话呢，城市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有差异的。那么有很多人是不习惯城市当中快节奏的生活的。最显著的例子呢，就是说很多子女在城市当中发展为了孝顺父母，就把父母呢接到城市当中，但是父母呢到了城市当中以后就变得呢沉默寡言，浑身无力，看起来呢就像得病了一样。但是如果你一旦把他再重新放回农村，你会觉得呢他变得生龙活虎，而且呢性格也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进城的原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说你的收入怎么办？你是否呢具备还款的能力？很多人进城以后，可能说呢学历并不是很高，而且呢又受到诸多的限制，那么收入呢可能会稍微低一点。虽然说呢要比在农村收入高很多，但是你想一想，城市的房价这么高，当你买了一套房子拿了首付以后，你每个月都要面对的这么多的房贷。而且还有一点你要记住那就是我们现在农民进城岁数可不是20岁那有可能是30多岁40岁才刚开始进城买房，你的贷款年限只有那么多，那你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你能够承担得起吗？第三呢，你还要想到一个养老的问题。在城市当中呢，有这个社保，有医保，退休了呢有养老金。但是在农村呢，这是不一样的标准，或者说呢，它的标准要相对城市来讲呢低很多。你老了以后，农村的宅基地没有了，你也没有所谓的农村户口了，那么你的养老就成了大问题。还有第4个你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死了以后怎么办？现在呢，在城市当中是不能够土葬的，只能够火葬。火葬了以后，你是需要买墓地的。越大的城市，墓地越贵，也就相当于说呢，你进了城以后，你承担了2份压力：一是你活着的时候你买的房子压力，二个呢是你死了以后你买墓地的压力。那你死后呢，你可以不管了，但是你的子女可能会为你承担这一份压力。
那整体呢就让一个家庭彻底变成高风险。那么可以说，现在鼓励农民工进城这个想法好吗？进城可以呢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能够呢发展经济，但同时也给这些劳动力呢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如果呢协调不好的话，那么没有去掉房地产泡沫，相反呢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